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志忠，我来兴华南，我喜欢美食。新加坡有太多不同族群的美食，所以我现在一有空就到处找。也喜欢煮菜，我煮的时候都很开心，吃的时候肯定更开心了。更喜欢去市场找好的食材，分享给我的好朋友，很开心能够分享一些我的小故事。这里是小印度，在附近一带，早期也是本地一个少数籍贯社群的集中地。新化也就是莆田市的旧称，位于中国福建。新化人早年南来新加坡的时候，就在四周一带生活，所以这附近有许多和新化人有关的足迹。而在不远处有一家餐馆，在22年前开业的时候，只是一家小菜馆。可是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的知名餐饮品牌，而它卖的就是新化菜。你好，你好，张小姐，我想找方老板。好，哎，方老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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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去过莆田很多次，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家老店。22年，就当初开店的时候就选在这里。那个时候是没有 aircon， 然后也比较小。现在后来慢慢在扩大。你在2000年开莆田的时候只有32岁哦，当时是举家搬来新加坡，原本应该是要投资电子厂的嘛，可是后来为什么会进入餐饮业呢？那个时候我觉得全街都在想说，家乡的莆田味道啊，每天都在讲这个话题。那我就想说，我自己本身特别喜欢餐饮，特别喜欢吃，然后是不是可以开一个餐馆啊？就这种想法。但是莆田菜它不算是中国8大菜系之一嘛，所以在决定要推出莆田菜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说，食客不认识这个菜系，然后不知道反应是怎么样的呢？当时真的也不懂，没有想这些东西，就想说家乡的菜味道那么好，试了很多新加坡菜，总是觉得好像口味跟家乡的不一样啊，那就想说，应该让莆田的这个菜让新加坡人去认识。我带你参观一下这个明旦厨房。这个明旦厨房就是有3道菜在这里做，一个是扁肉汤，一个莆田卤面，还有黄花鱼。上面还有一个题字啊，福建海鲜卤面哦。这个是蔡澜帮我批的，所以是蔡澜提的字。我们去香港开的时候，蔡澜帮了很多忙，他觉得福建菜在香港没有，他又特别喜欢莆田卤面，所以他就帮我提了这个字，有他的加持。是。那你当初是怎么看上这个店的呢？这个地区对20多年前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我记得我店的对面是一片荒地，那个时候他们说是新世界。这个吉兰布沙这一带，盖松标是新化人最早期来到新加坡他们落脚的地方。我就在这里走嘛，我先说做莆田嘛，应该就是找新化人集中的地方来做。刚好有一天走过这条街，看到3个店面是关住的，其他的店面都有在开嘛，然后我就叫人去问了之后就说，这个业主也是新化人，我就去登门去跟这个屋主交流。他说，哎呀，之前租给人家做餐厅，后来手续没有办好，中了政府的罚单，很麻烦。他说不要了，我做餐厅我不租了。但是我一直给他一直敲门，一直敲门，最终他也支持我。他说好啊，那你试一试，就这样子把这个店开，就锲而不舍，终于打动了他。老店到现在22年了，一直租的，而且这个屋主也成为我在新加坡最好的朋友之一哈。所以开了之后反应怎么样呢？其实辛苦了有快3年时间吧，就是大家真不懂得什么叫莆田，到底你是在卖什么的。那个时候莆田这个名字对新加坡人来讲还是非常陌生的，而且这个店又开在 Kitchener Road 这条路，没有太多人流，所以2、3年都
客流都不太满足。所以当时会不会后悔呢？没有，这一点从来也没有后悔。我其实一直在支撑我把这个店开下来，都是客人的一些肯定啊。很多客人吃了几次之后，就会跟我聊天，就会告诉我说：“方老板，你做的东西好吃，你要坚持啊。”他们总是担心我把店关掉吧。我也看到这里有很多奖状，代表着什么呢？我觉得首先是给团队的一个肯定吧，让他们知道努力都会得到肯定的。有哪个奖状是令你印象最深刻的吗？最大的奖牌就在这里了。哦，米其林。对啊，从16年开始是啊，这个是他们奖状的原件所以我们把它收藏在这里。到现在为止是连续都在拿，我们还会继续努力，一定要保持得更好。那这里有没有哪一些东西是跟了你20多年的呢？开店的时候，朋友送的寿公寿婆，寿公寿婆，然后从开店第一天都到现在一直都在，是客人最喜欢的。来到店，大家都要跟他问候一下，所以真的会摸一摸他的头。会的。他也是我们的20多年在一起的，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员。对，也给了一些福气。是。知道你的菜单上其实也保留着，就是当年开店的时候，大部分的菜肴都还在，所以这个没有太大的改变。我的想法可能真也有点不太一样。大多数的人都会想说不断变新、创新，让客人去喜欢。我反而是想说，我能不能把一道卤面每一年都有升级？怎么个升级呢？这个里面的汤底会不会用得更好一点啊？面的品质 Q 度可以找到更好的。从一个日常可以吃到的东西，你能不能不断的去研究它，让它每年都有变得不一样，这个反而是我的做法，但是我觉得这20多年这个做法也得到客人的认可。我也很好奇哦，就是外观我们看了嘛，厨房长得什么样？可以带我参观吗？参观厨房，行，谢谢。慢点啊 ，OK。这个厨房很紧凑，是看起来非常的精巧。对，其实面积、空间都有研究的。厨房满的时候，走多一步都是浪费人力，所以我们不会给它多余的空间。其实莆田它最特色的就是紫菜嘛。对，今天我也准备了，让你看一看这个紫菜的不一样啊。通常我们市场买的就是紫菜饼嘛。对，这我看过。是，然后莆田用的是这种的紫菜，这看起来比较像野生的，对，比较有机的形体，是，所以这种的链市场上颜色也比较黑，基本上是找不到的，所以特地从中国带进来的，是头水紫菜，头水紫菜，我们冲泡之后就会看到它是大片的，然后这个头水的紫菜它就是苗，特别细，所以头水紫菜产量非常少，然后它的品质、口感更好。每一年的第一次生产的紫菜我都收了哦。然后你说价格比一般的紫菜贵5倍左右，对，可是还是愿意去买。当然。食材方面是非常讲究的嘛。那我知道你在刚创业的时候呢，你几乎是天天到玉郎渔港去买海鲜。是每个晚上大概12点多，这里打烊之后，卫生搞好了，然后就借车去玉兰，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新鲜的食材到了。那么这样子的习惯持续了多久呢？我在连锁之前大概有8年都是这样子做。那现在呢，我还是把重要的精力都花在这个食材的采购上，因为现在的责任更大了，店更多了，而且是要采购大批的。对呀。所以要把菜做好，其实那个原材料就很重要嘛。我一直不会把盈利看得太重，可能这也许就是今天能有莆田这个规模。我一直就想说，我一定要把这道菜做好，让客人喜欢。后来我们也发现，只要客人喜欢了，你合理的利润，客人都会给你的。所以你觉得怎么样才是合理的利润？我可能也跟大多数的人用的方法不太一样，我会把更多的预算花在员工的薪水上面，
薪水能不能给他多3个点、5个点，食材上面能不能给他多3个点、4个点，然后呢，利润宁愿把它预算到最低，甚至3个点、5个点就可以了。但最终呢，每年来看，这个利润都超过了。就是因为你投入在你的员工身上，投入在食材身上，员工感受到了，客人感受到了，所以最终他的生意越来越好了，所以他的利润最终还是增加了。哇，这个地方很特别，非常的幽静，一路上树林茂密的，感觉好像我是来晨运的。其实我现在是要前往莆田集团的总部。那之前方志忠告诉我，他把集团的总部设在一栋黑白洋房里。我很好奇，为什么他要把黑白洋房当成是他的办公地点？嗨，是我啊。王老板你好。欢迎。你好。是我啊，欢迎你。哦，这就是你们公司的总部。是，我日常在这里工作。真的啊，对，感觉像是度假屋。为什么会选择黑白洋房作为办公地点呢？我觉得这里的场地大，而且这环境很好。是。你看有鸟，这个蝉鸣声，对，特别舒服，很田园。是的。对。让你回想到你的家乡吗？会啊，我小时候就在农村长大嘛。这个环境真的是非常的有田园色彩哦。然后平时多重要的决策是在这里进行的吗？基本上是因为现在我发展的区域比较多，然后不同地区的人他们来的时候，我们沟通，大的一些决策都会在这里。所以就把大家带到这个地方，像度假屋的感觉。喜欢它的历史感。我觉得他在这里生活，你会觉得会很自然的，因为他也用的很少的 aircon。然后我觉得它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有点怀旧的感觉。是，我们也没有去改变它，然后就把我们自己的一些布置啊，所以这些布置都是我自己在布置。真的啊？对，我觉得自己参与，然后很舒服，每天在这里。这里为什么会有一张理发椅呢？好特别哦！我从日本找过来的，昨天还在这里理了个头发。对，这里还有一些证据。我喜欢有点年代感的。这里是会客的地方，对。客厅。是。很特别。对。那个色调都有就是搭配过嘛？对。虽然不是一次买的，但是每次找的时候，我还是会帮他搭配。这里还有就是不少画，这些画很多是我老店20多年前布置的那些画，那现在可能跟现有的装修的风格没有太搭，所以我就把它挂在这里。所以你都喜欢收集画作？喜欢，我自己学的是画画。对，以前你是就是念美术的。对，美术专业。所以这个有影响到你的审美观？可能啊。这里也有不少一些比较古旧的物品，都是你的收藏吗？喜欢有一些年代历史的感觉。所以这台是收音机吗？收音机，对，这个是在外面去找的。我都没见过哎。还可以用，还可以用。对。然后还有旧的一台电话。这里还有一个以前看牙医的时候会看到的灯。所以这种东西以后是很难再看到的。你这里有理发椅，还有一个看牙医的灯，所以家里的就是生活的日常作息都可以在这里进行。我不会很刻意去找什么东西，而是碰到了我觉得合适的，我就带回来了。这也就是你的厨房。厨房是的。这是你今天要示范的，就是一道菜的材料。这个莆田的叉粉，它就是把家里的面线的脆料啊，这个米粉的脆料，
然后在街里有什么菜都合在一起煮，然后再用那个番薯粉来勾芡。所以像羹这样子的一个是，我看比鱼翅羹还好吃一点。它就是以前小时候我们做完大扫除之后，把剩下的一些料都合在一起煮。是在新年的时候吃吗？这道菜传统是我们年30的中午要吃的，就是把街里的旧的料都拿出来煮吧。这道在莆田菜单里吗？有，当然会把这些介绍给客人吃。是。当然现在它是有一些标准在里面。这个菜，这个菜要炒。你看，这道菜是我最喜欢煮的一道菜。对。除了就是让你想念家乡的味道，和家里以前就是可能妈妈的手艺。我是跟外婆住在一起，所以她是最擅长煮这一道菜的，所以我从小就会。然后你自己有改良吗？可能现在的料有时候会升级一些。这道菜我也会放一些老酒在做调味，来提升它的整个味道。是。这个最后一道了，很重要的就是用地瓜粉，地瓜粉勾芡，我就说就像那个鱼翅羹一样的，让它浓稠，让它浓稠，对，然后慢慢的推，对，马上就是不一样了，它的整个质感。我煮的时候都很开心，吃的时候肯定更开心了。这碗是你的啊，好，谢谢。知道莆田叉粉我没吃过，所以我一定要去试试看。好，走，小心。哎，开动了，可以吃了，可以吃了。它材料都很朴实，是，但是整个就是你讲的融合了之后，它的整个层次不太一样。它的味道是既熟悉，但是又陌生，是，然后很惊喜。它是食材的一些鲜甜味。对，豆腐的味道都能够感受得到，它包括你说猪肉嘛。对，还有青菜的味道，它就保留的原来食材味道，可是又很融合。对，对，这不容易哦。可以试一下，这个辣椒酱。来试一下它的加了辣椒之后是怎么感觉？感觉是莆田人不太吃辣椒嘛？这个是在新加坡之后融合的一个味道。这本书就是你担任普鲜同乡联合会会长去年出的那本书籍嘛，对吗？对，我们这也算是我们把在新加坡的一些新化人现有所了解、所知道的新化人，一些比较杰出的代表，在采访他们。大概有55位啊，55位，印象中，对，而且有不少是我们熟悉的脸孔，部长级的人物。包括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然后还有维文医生，他妈妈是新化人所以10多20年前我刚开店的时候，他就跟他的父亲去吃莆田，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吃莆田？”他说：“我也是新化人啊。”出版这本书除了说要让新加坡社群更了解新化这个籍贯之外，还有什么目的吗？我先说接下来会做一些我是新化人的系列活动，通过一些新化美食来带出传统的一些新化菜的制作，然后让新加坡的2代3代们。他们去了解说，原来我阿公、我阿妈以前他们做的菜，原来都在这里可以看到。照片里有一只狗啊，这是你的狗吗？是露娜来一下。这个是我从中国寄过来的。我认识它的时候，它是1岁半，然后它是一个主人养了它之后出国了，然后就把它交给他的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又没有空照顾它，就把它天天拴在树里。然后我跟那个主人聊了过程，我希望说我能够来照顾它，然后我相信他一定是了解我在帮他，所以对我是特别好。刚才我好像还看到另外一只狗，桥头也是
在中国的时候，在一个桥上面捡到的一只小狗，捡的时候大概只有1个月左右，很小的小狗，也把它带过来了。除了就是采购之外，你多常回去莆田？如果在疫情之前的话，疫情之前回去比较多，一年可能有3次到4次吧。因为很多季节菜，季节一到我就要回去了。例如呢？比如说头水紫菜、蛏、黄花鱼啊，是季节到的时候，我一定会去源头去挑选，最好的。莆田租用的黑白洋房，充满了方志忠的个人风格。他是学美术的，所以房子里的摆设都是他的点子。虽然他管理90多家的餐馆，但是让我感到很意外的是，他其实心思非常的细腻。我就看到他把一个盖子破了的茶壶当成摆设品，还有他对2只宠物狗说话的语气，就像是爸爸跟孩子说话一样。他对我们工作人员也很细心，在午饭时间总是会确保大家都吃饱了才继续开工。看来注意细节是所有成功人士的共同特质。今夜通告非常的早，因为约了方老板吃早餐。那方老板平时喜欢到处走走找本地美食哦。其实很多人也和他一样嘛，特别是这2年没有什么机会出国，那么留在本地时间多了，就有不少新发现。像这一带对我来说也是挺新鲜的。那平时我是比较少到外头去吃早餐，因为一般是会在家里先解决了才开工。那因为这里很靠近莆田的总部，所以方老板就建议先来这里吃了早餐才和他做访问。他说要吃酿豆腐，我一听就马上答应了，因为清清淡淡的我很喜欢。时间差不多了，好，我去看一下到了没有。方老板你好，早安。好早。找到了。这是你经常来的早餐店吗？是的，是的，我很喜欢的一个客家的美食。为什么会喜欢来这里吃早餐呢？我的老店离这里很近啊，所以后来我就习惯了，早上去之前就在附近找一些早餐吃，就觉得这间相当不错。我们趁热吃吧。的确很浓郁。对。所以刚来到新加坡时候，会不会感觉到这里像个大熔炉啊？刚来的时候还不太习惯不同族群的美食，只觉得莆田菜最好吃。但是住了这么多年，越来越觉得新加坡有太多不同族群的美食，所以我现在一有空就到处找。所以还喜欢哪些本地美食呢？太多了，海南鸡饭、咖喱呀、拉沙、肉地布拉达，哇，这些都是我喜欢的。我进入中国、香港、新加坡之外的市场，我都会带出新加坡的几道菜。那个菜的名字就叫非常新加坡，黑胡椒螃蟹啊，辣椒螃蟹、麦片虾，然后这个薏米水啊，还有炸榴莲，就这几道菜。是。所以当莆田去到海外，例如中国的时候，人家也能够就是一眼就感觉到这个就是新加坡的品牌。在我看来，这个也就是饮食就是一个文化的交流。然后我们去到中国，去到不同的地区，我们就告诉当地的食客说，新加坡有一些什么好吃的，能够交流。再叫得很惨。那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呢？我们就附近走走。好，我带你看看吉松寮这一带。这里还会经常去哪一档吃早餐呢？这个大连也是时常有来的。而且我知道以前这里也是新化人刚来到新加坡时有很多落脚的地方。是的，是的，就在吉松寮早期有个木屋区，很多新化人刚来南洋的时候就住在这里。是。嘉南木塞，熟悉中心。经常来吗？时常过来。有2个卖山水的档口，很好。山水就是甲鱼。甲鱼汤，还有一个黑加白鱼片汤。
你平时都喜欢到小贩中心寻找美食，所以这也解释为什么去年你会开了一个新概念的餐馆，就集合了新加坡所有美食中心都应该吃的一些美食的一个概念餐馆。当时就突然间有个想法，我20年在新加坡把莆田菜做起来了，那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些新加坡，然后把新加坡的这么多的小贩的美食，把它整合在一个餐厅里面，让游客来到新加坡，他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去寻找小贩的美食，那我们倒不如把这些小贩的美食都集中在一起，那就基本上把新加坡的一些经典的美饭小吃都能够吃到。印象中它有舞狮，每天还可以捞鱼生，所以这些都是我当时想要的画面，就让游客来什么时候到新加坡都能体验到舞狮、捞鱼生，包括歌台、喊烟行。我手上这里就有一个，就是当时这家餐馆的菜单，Yam Sing 新世界，对对对，1960年代。有点遗憾，就是因为疫情这2年，没有办法让这个项目能够真正的去展示。目前是暂停了，是吗？目前暂停，但是我相信这个概念，不管是莆田来做也好，还是未来其他的餐饮的朋友来做，我觉得都一定会很精彩的。对面这个瑞春，20多年前，它是很传统的，对，很小的一间店，是，然后这个都已经翻新了。是的，是的，他们有一直在创新。这一路上就好像你跟我走一个美食地图这样子。这一带我太熟了，因为都在这里工作活动。这里还有什么呢？对面有个剪刀剪咖喱饭，那这个是真的是喜欢的，它的包菜特别好吃，我觉得它的东西分量很足够。早，董小姐早，我常常在电视上看到你。莲姐，你好，你好。在莆田做了22年，22年了，对呀，从开店到现在，对呀，还是这么年轻，没有变。所以为什么会待在一家店了这么久呢？22年。刚开始的时候是主要是我离公司很近，就是1个车站而已。下午的时候3点我也可以回家煮饭。我先生那时也很反对我长时间在外面做工，这样2个孩子回去没有饭吃所以我才会想到说，这个行业3点可以下班，我就可以回去煮饭，煮好饭我又过来上班。所以平时负责什么工作呢？就点菜，还有招待客人这样子。招待客人，所以有很多熟客吗？会很多。这2年就是官病疫情的关系，餐饮业受到相当大的打击哦。你们那个盈利方面是不是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你是怎么样保留员工的呢？盈利冲击影响特别大，我们做了20多年餐饮，真的碰到这次是最严重的。那还好，就是因为有团队，有这些店长，他们都把这个店当作他们的事业，所以他们去照顾好它，让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共同的一个事业。我很了解餐饮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行业，所以我在任何的政策制定上，我都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想。所以莆田现在我们的盈利的税前30%，我们都会放到团队里面去，因为我知道这些成绩都是他们的付出才得到的。但是因为官病它冲击了盈利，那么在分红方面，员工是不是也因此就是变少了呢？会的，一定会，甚至没有了。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该有利润的我们一定分。包括我们，在2021年的年底，我们说没有分红，怎么样子一人也包1000块新币的红包，也是一个心意了。对，我觉得他们都感受到。我在2021年年底做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动作，所有门店员工的底薪都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幅度的提升。那这个决定当然是有点大胆，因为目前行情也不见得很好。对，但我自己对这个
整个疫情的整个走势判断，我觉得2022年应该是可以让大家好好的打干一年啊，所以我觉得先把这个士气要鼓起来。你用分红来给大家做目标，很难能够引起共鸣，但是先把底薪提升吧，然后告诉大家说，我们做好大战的准备吧。你是怎么样确保所有的员工他们都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然后用这样的一个服务方式去服务客人？这个可能也是我这几年做的比较多的。我认为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吧，不单只是你通过培训啊就能解决，培训是一定要有的，但是更多的是文化的传承。所以像莲姐在公司服务了这么多年的员工，你们会多吗？刚开始8位，现在还有4位在这里，4位都有20多年的经验了。对呀，是啊。所以你是怎么培训员工的呢？一路都有把莲姐的这种服务的精神通过培训。那刚好今天我们2楼有培训课，待会带你去看。好啊，我们现在就去看吧。好的，好，谢谢莲姐，谢谢啊，谢谢，拜拜，慢走啊，有空再过来吃饭啊。来看一看我们的企业价值观是什么呢？4个点，然后8个字，对吗？用心、坚持、分享，还有透明。Hello， 方叔叔，我们今天在组织新员工培训，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2位的到来。谢谢。其实我很好奇，就是新员工他们都要上几堂这样子的培训课呢？1天的新员工培训，主要是介绍企业的一些历史啊，然后可能也让他们了解接入莆田的一些规则是什么。所以新员工第1天就要认识这么多精神。那接下来你还想要做些什么吗？我还是想说把店长培养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他们的成长就是莆田的事业的成长。可能我从来也没有说一定要把莆田做到多大规模，而是我能不能培养出更多的店长，优秀的店长，能够开一个店，成功一间店，开到哪里都让当地的客人说，哎，莆田做得好，莆田好吃，莆田的服务做得好，这个就是我的目标。方老板，你好，你好，你好，早安，早安。这个就是新的火锅店，这就是火锅店，很快就要开张了，大概4月吧。4月对。为什么会想到要进入这个火锅市场呢？我自己太喜欢重庆火锅，就是麻辣火锅。麻辣，而且麻辣里面的最正统的应该是重庆的。对，所以我吃了重庆火锅就特别喜欢。那我印象中在香港好像也是有一段时间在香港发展，住在香港，所以就想吃这个重庆火锅，所以就开了一间。哎，想不到香港人都喜欢啊，所以15年开到现在开了8间的店了。我先说这个还是好东西，所以引进新加坡。对。所以你觉得这个方叔叔这家店是不是会跟莆田的那个设计风格会有点相似呢？还是你要做到完全不一样呢？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哈。它毕竟因为我当时对它的定位就是这个重庆火锅要让它走向全球，我希望说它更国际化的一种装修的风格。所以这家店叫方叔叔，是。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年了，因为店里面的一些员工的孩子啊，在新加坡的时候，我陪他们去玩啊什么，他们都叫我叔叔，所以都叫的有点习惯了。这些年你经营莆田应该很忙吧？那2个孩子有到店里帮忙吗？我印象中，拜6礼拜还是说暑假假期的时候，他们10出岁的时候就会去店里面帮忙。然后当时我们也用了一个办法，就是1个小时5块钱啊，小孩子也挺开心的，收入嘛，有一点零用钱对呀。对。到了后来等当兵啊什么，其实时间多一点都在店里面了。其实也解决了人手那时候不足的一个问题。真的是，他们2个还是挺帮忙的。对。直到现在，他们应该都大学毕业，然后也开始在店里帮忙了吗？对，他们已经2个都在公司里面帮忙了。然后很多人说，哎呀，你方叔叔你用什么办法，孩子愿意进入这个传统的行业？我说我们真的也没有用什么办法，只不过从小他就会接触门店，接触我们店里面的同事，然后接触客人。
我觉得很重要，接触客人也重要。是，他对客人没有一种距离了，是，他觉得来到店他很开心，也很自然，很自然。所以他们现在两个毕业之后都在公司里面，跟同事都配合的都很好。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我们下去2楼，我儿子他们在试菜，我带你认识一下。好的。Hello， 大家好。Hello， 那个吴哥是我们老店的米其林总厨，今天在试菜。我的小儿子泽伟，你好。啊，泽佳，大的儿子泽佳，对，刚好有一些新菜，过来我们一起来试一试。今天有3道菜哈。所以你们经常办试菜这样的一个活动吗？对，我们至少有4个季节菜，所以每次季节菜我们都会提早。所以这一季的主打是蛏吗？这个蛏是今天刚到的，这是1年中客人期待很久的一道菜。那今年的煮法有什么不同吗？这个煮法是铁板蛏是最经典的，但是这个蛏我们有8种煮法，这个煮法还是客人最喜欢的。对，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来今天做测试。谢谢。这个有个吃法的，就是你先把它开起来，中间你看到一个黑色的。OK， 就这块。对，这块要拔掉，拔到下面为止。这个是我们最经典的吃法，就是沾盐就好了。所以海鲜配海盐是绝配。很鲜。再来一个。我觉得太好吃了。我其实没有吃过这样的煮法，这样子才知道蛏的原味。那我这次就不沾盐了，试看。试看，对。很特别，而且很新鲜。对，真的就很新鲜。所以2个儿子除了试菜，在管理方面是负责什么业务的？对，我们现在负责财务跟 IT 的，对，2个部门。是泽伟呢？对，我目前在供应链那边，跟我们的中央厨房那边。所以让他们有一些锻炼吧。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来店里玩的时候是几岁呢？这个我真的不太记得，但是应该有11、12岁吧。应该是15、16岁才开始端盘子啊，然后店长会打给我们，我今天缺一个人，然后你可不可以来帮忙？父亲怎么影响你呢？其实对做事情上面他非常有执念，就是想好一件东西，他就要去做，做到彻底。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早期我也挺纠结，为什么他性格会这样？但是其实后面其实也明白，就是本身做事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做事原则，所以比较执着。例如有时候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就是从食材方面吧，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食材太贵了，根本没有办法以一个合理的价钱卖给顾客，但是他就会想要去把最好的，那我们就是想办法就让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啦，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有一些事情也是会这样。所以这些年来，爸爸在你的眼里是一个怎么样的父亲呢？其实小时候他是非常忙的啦，我们基本上都是只有晚上才见到他了，但是他其实能抽空陪我们出去玩，他都还是会。直到说我们读完书回来新加坡之后，才知道说其实跑着整个生意是不容易的事情。对，我知道他以前要应酬啊，每次很晚回来啊，非常佩服说他这么多年可以撑这么久做这个生意了。那除了佩服之外爸爸在你的性格上或者是待人处事方式方面有怎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我本身算是很内向的，以前我跟人家讲话呢，也怎么说呢？可能比较没有经过脑袋吧，就是太直接。那我爸他处理人事关系这一块他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从他身上是有学到说，有些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沟通啊，要先想一下，然后才讲出来。这个是鲍鱼辣椒小炒肉，所以这道菜用莆田蓝绿岛的鲍鱼跟螺丝椒还有五花肉去炒，很特别，所以我们今年会推出在主菜单里面。这个是海蛎饼，我们新加坡叫蚵仔煎，对，但是我们把它做成饼，这个饼也是不一样，
是。那我们要试一试。试一试。所以你加入公司已经4年了，应该就是比较慢慢上手了吧？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新手吧，因为我这4年来，其实我做的事情为主就是在跟门店有关的，所以这接下来我也接手了财务跟 IT 这一块，也是给自己一些新的挑战嘛。所以财务和 IT 是你擅长还是有兴趣的吗？不是，但是我觉得是必要，特别是在疫情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工作方式转成线上的 ，IT 跟财务这块其实是做生意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嘛。你加入公司也已经有2年半了吧？那这2年半里，你觉得你学到了什么呢？我有学习到的，我们后勤供应链这块是怎么操作的。这块其实挺复杂的，因为它是属于比较专业性的一个工作，而我也不是读这一块的，但是从那里开始就是为了想学习公司后面的一些操作是怎么走的。爸爸已经把这盘生意发展成今天这个规模，有没有想过怎么样继续把这盘生意做大呢？其实当时加入公司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可以把现有我们的餐厅带到一些西方国家。前几年我们有在布局，但是因为疫情也打乱了我们的布局，但是也让我们重新去重组我们的一些思路跟策略。我们这新的一代还是可能有不同的一个想法可以带进来了。我爸那边就不会考虑到用数据啊，我本身是对数据这块比较有兴趣了，所以我刚进来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可以从数据这块就是整理这些数据，而且数据是可以跟我们传达一些可能我们肉眼上看不出来的一些状况。例如就是说，可能以前没有看数据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你所有买的东西的涨幅啊，还有市场的一些趋势，可能你只是靠经验，你只是因为做了你才懂。但看数据的话呢，就连我是一个新的人，我只要看了以前的数据，我都可以懂这几年来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像今天这个试菜的结果有什么结论吗？正式的试菜我们会打分的。每一道菜，因为有时候试菜就很多道，不止3道了。对，我们会打分，就是说我们会有一张表格，比如说有8道菜，然后表格里面说这道菜的排盘怎么样，它的味型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子，然后它的亮点是什么。所以有想过接下来或者以后让他们接班吗？这个我没有想太多，我觉得跟以前的做法有点相似，让它自然一点。假设他有兴趣，假设他的能力能达到，那当然可以。但是假设能力达不到的话，那我也不会承诺一定交给他们。要看他们的表现了。是。那对于莆田至今取得的成绩，你感到满意吗？算是好成绩吗？说真的，我自己没有一天会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真的在变化，客人对美、对食物，他们的要求是不断在提升。假设你停留下来了2年，可能你就看到客人对你的不认可。所以我这一点我是自己一直保持非常如履薄冰，就不停的在升级。那就祝福你，也祝你一切顺利。谢谢，我会努力的。谢谢。我在接触方志忠之前，对新化菜的认识只停留在新化米粉和新化卤面。他餐馆的菜式相当简单，但是简简单单的材料，像是紫菜和米粉，竟然可以这么讲究。他的这份执着，就显现了他的用心。他也很注重同合作伙伴的关系，员工看到他总是会很熟络地和他交谈，而不是看到老板马上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和老店业主的22年关系。与其说他遇到贵人，倒不如说他的待人方式打动了对方。毕竟很多时候，别人怎么对待你，是你怎么对待别人的反射。带你来看看这个明旦厨房。这个是有3道菜。来的时候有看到有的茶具。待会我们就去泡茶吧。啊，让现在去吗？我们到处走走，找本地美食。我想很多人。他也很注重和合作伙伴的关系。